老町位于日本北海道南部，是位于单小木和登别之间的一个沿海小镇。这里森林覆盖率高，气候温和，夏季凉爽，冬季雪凉适中。虽然只有约15000人居住，但却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、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。自古这里就是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奴族的居住地，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。白老也以优质食材著称，代表性的有口感细腻的白老牛和各类海鲜产品。此外，还有丰富的温泉资源。当地每年还会举办白老牛节、阿伊奴传统节日等活动，充满地方风情。从新千岁机场或单小木市出发，有特急车停靠，交通便捷，是体验北海道自然与文化魅力的理想之地。美味しそう。今すぐ食べたい。今天先来的这家是吃螃蟹比较有名的一家店，就在白老町这边，叫卡尼欧蟹王。基本上北海道相关的美食杂志介绍里面都会有提到这家店。今天的客人还蛮多的感觉。哇，中は広いですよね。店里的螃蟹都在后面的水槽里，自己进去看，想吃什么蟹自己挑，各种大小都有。这个大概有半斤左右的这个毛蟹，700克左右的话，差不多1斤半左右。哇，这个很大，这真的是差不多1公斤左右了。这个超级大，哇，でかいですね，超级大的一个，好大。店家会现场进行处理烹煮，价格实惠，保证可以吃到最新鲜可口的蟹肉。煮蟹的阿姨据说是店里的老师傅了，经验丰富，手法熟练，要控制好火候，更要调节好热汤里盐的浓度。说年轻人都干不了这活儿，冬天还好，夏天房间里不能开空调，一开火就是40度以上的蒸笼，一般人根本受不了。自己倒是习惯了，就当是免费蒸桑拿。さっきのそれですよね。そうです。間違いないですよね。間違いないです。これ。煮熟后的螃蟹可以直接在店里的用餐区享用，也可以打包带走。现捞现煮的毛蟹不但个头大，而且蟹肉紧实，带有自然的香甜，吃起来极其鲜美。这每个腿里面的肉好多啊！哇，真的太鲜甜了！哇，太新鲜，很新鲜的这个蟹肉，咬一口真的非常的鲜甜。从这个水池里面捞出来，直接现煮，哇，这个真的非常好吃。除了现煮的螃蟹，店里还提供特色的蟹肉便当。蟹肉以外，还有竹笋、香菇一同炖煮。下面的米饭吸收了蟹肉的精华，每一口都鲜味十足。哇，它这个螃蟹啊，肉特别多，好多肉啊，好鲜呐，特别香。店铺虽然并不在市区，但因为的确是口碑不错，所以不断有客人专程开车过来吃蟹。不但是日本人，外国人也不少。听到前桌的客人谈笑风生，貌似是讲中文。一询问，果然是台湾过来的朋友，从士兰出发，专程过来吃蟹。老板也是特别热情，会特别招呼顾客来玩扭蛋抽奖。我估计，如果带小朋友来，应该都会挺开心的。大家有机会或者路过白老町，推荐可以来店里尝尝这里的螃蟹。民族共生象征空间，这边它其实是以阿伊奴文化，就是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奴文化为主题的一个集合了博物馆，然后活动中心的一个地方。整个内部环境还是挺大，它中间有一个特别大的波罗多的湖，然后这个设施就是在湖边建设的。中间比较著名的就是这个国立阿伊奴族的博物馆。哦，现在才发现，其实中文简体和中文繁体的翻译是不一样的。中文简体叫阿伊奴，然后中文繁体呢叫爱奴。
哦，原来这个翻译是不一样的，这个之前真的是不知道。然后进来之后，它会有给你一个二维码，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的话，就可以了解它里面的表演的场次。然后刚刚那个工作人员已经介绍说，现在1点钟开始有一个传统艺能的表演。这边进去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刚在那个体验交流馆里面看到的那个演出，其实还挺精彩的。它的那个光影啊，结合的特别好，尤其是它的影片和整个舞蹈结合起来，就氛围感特别强。虽然说它不能拍照，也不能摄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园区内还有这种小巴士，虽然开得很慢，但是对一些老人儿童来说还是挺方便的。然后里面这边是他们阿伊努族以前聚集的部落的这种展示，然后以前住居的房子。阿伊努是日本列岛北部的原住民族，千百年来生活在北海道、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森林与海岸。他们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灵魂，山川、河流、动物皆是神灵的化身。阿伊努文化曾因近代化浪潮与同化政策濒临消亡。19世纪后，语言与仪式逐渐失传，传统生活方式被迫改变。2020年，五波波伊的诞生标志着对阿伊努文化的认可与保护。阿伊努的传统房屋通常面朝河流或湖泊而建，以便取水和出行。建筑主要由白桦木、真木等当地木材构成。屋顶与墙壁覆盖着厚厚的茅草，有效抵御北海道的严寒和大雪。房屋的结构讲究自然通风，屋内通常设有中央火炉，不仅用于取暖和烹饪，更是家庭团聚、祭祀神灵的圣地。它这里边还有这个工坊，然后呢可以刺绣或者木雕的体验。还有木头的这种小刀，然后这边是应该是刺绣吧，这边是刺绣。然后最靠近入口的地方，这个就是博物馆。其实一般刚开始应该先去博物馆。这边就是风景很好的地方，很漂亮的地方。博物馆内通过文字、图像、食物等呈现阿伊努民族的语言和信仰，包括了狩猎、渔耕的生活用具、模型，以及与其他民族及现代社会的交流历程。另外，附设的影院定时播放阿伊努的传统仪式和生活短片，以多元的形式展示原住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也可以坐在这个空间，然后喝杯咖啡什么的，其实也挺舒服的。1点多进来，现在已经4点了，其实还没有完全参观完，还有一些这个体验，其实还可以去，挺值得来看一下的一个地方，非常的丰富。我觉得这个票价真的很超值，1200块日币的话，也就60块人民币。你不但可以参观博物馆，然后呢还有各种体验活动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还有各种表演活动，我觉得相当超值了。哦，园区最旁边的这地方就是星野的酒店了，星野界的那个酒店。确实环境不错，就在湖边，当然价格也不错。从这个五波波一出来，然后到百老站的话，步行大概500米左右，不到10分钟吧。然后往前一直走，其实就可以到了。然后百老他们这个电线杆上写的，除了有日语的 Yokoso 以外，还有一个叫 Iran Karapte， 这应该是他们阿伊努语的欢迎光临吧，应该。这块的风景真的很漂亮，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新西兰的感觉？
看起来就是一般日本那种公路休息站的样子，但是名字不太一样。这里还竟然放了一个 SL 的车头。哇，这个小镇呢，给人感觉真的很舒服啊，特别安静。说实话，真的很让我一瞬间回到感觉以前在新西兰的时候，新西兰的小镇的样子。哦，然后左边这边就是百老站了，其实挺近的，走过来。这边是百老站的正面，上面有个天桥可以走过来。我觉得这个小镇特别干净，然后道路也很宽，不是特别像我印象中的北海道的小镇的样子。马路特别宽敞，然后也很干净。这咖啡店看起来挺有年头了。今天住的是这条街上的这一家，看起来还挺漂亮的，一家应该算是旅馆吧，它有那种多人间也有单人间。一楼它这边有一个感觉像是厨房啊兼餐厅的一个小空间。这边是多人间，摁密码看。今天订的是独立的房间，哇，整个布置的真的很温馨啊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双人床。现在天晴了，外面天空看起来就很舒服。这里面叫交流中心，可能就是活动的场地，运动场的感觉。去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，平时应该也就是大家的运动场。现在天真的变得好蓝啊，一下子整个晴起来了。开始看到这旁边都是墙，还以为看不到海，然后问了一下当地的一个老奶奶，她说这边可以下到海里面的，该亮的地方亮，该暗的地方暗，很漂亮啊。需要一场漂泊的雨来冲洗这旧日的不息。到虎杖滨站了，这站也是很小的一个站，无人站。虎杖滨，这里其实还算是百老厅，然后再往前稍微走，应该一站吧就到大家熟悉的登别了。但是开车还是最方便的，如果不开车的话，就得多走一走。好像还要再往前走大概10分钟左右。然后它这个温泉呢，就是在海边的一个温泉，终于快到了，前面大概2分钟吧。到了，就这家，还好是开着的，不过看起来好多车啊，应该是很热门的当地的一家温泉。今天天气就好很多，虽然说北海道现在还是
比较凉爽的季节，没有太热。对，就是这边还可以租自行车的，一天是2000块，登记一下就可以了。8小时之内2000块，它是电动助力的，还挺舒服的感觉，方便。你开车还得找地方停，尤其这湖边估计没什么停车的地方。对面就是莫布伊的那个博物馆了，昨天去过的地方。今天天气真的好很多。其实我觉得这地方就算不骑车，徒步也挺好的，差不多1个小时可以走完吧。哇，这底下开了好多这种叫水芭蕉。这边的路就没有刚刚那么宽，只能是走人或者是骑车，但是就会更舒服一些，更靠近自然。开始还有点担心能不能环湖一周，完全没问题，路都可以走的。这边又回到城市里头了，然后往前走就是海边。今天风还是蛮大的，到白老来一定要吃一次白老牛。这家是那个上村牧场直营的一家白老牛的专卖店，这家据说还是不错的。白老牛的这边好像他们有便当，白老牛据说是非常好吃。和牛王国 Beyond 是同样位于百老厅的上村牧场旗下的农场餐厅，这里使用的牛肉全部都是自家农场的黑毛和牛。根据店员的推荐，首先点了这里招牌的白老牛寿司，分别使用牛腿肉、沙朗和卡顿比3种部位，并配以山椒盐、酱油、芥末3种调料，通过不同的搭配品尝更加丰富的口感。牛腿肉纹理较为紧实，入口略带嚼劲，却丝毫不显干柴。推荐是蘸山椒盐品尝，含有微微的麻香与盐味，突出肉质本身的口感和香气。五花肉它油脂会更多一些，上面的油花看起来就明显比刚刚的要多一些。五花肉的部分可以明显看出含有较多的油脂，肉汁丰盈，可以同时蘸取3种调料进行品尝，呈现出多层次的风味，感受指纹部分的甘甜。沙朗部位大理石般的指纹更加明显，肉质柔嫩，带来入口即化的感受。可以薄涂一层酱油，再点缀少许芥末，酱油的咸香与芥末的辛辣相互增味，同时感受到油脂的甘甜和红肉的鲜香。今天的正餐选择的是店里很受欢迎的煎里脊的牛排，可以选择肉量的大小，并且配有米饭和前菜。如果选择蒜香口味，会将牛排烤好后，在顾客面前淋上酱汁，并快速让火焰燃烧，激发酱汁的香气，进一步提升焦香浓郁的口感。白老牛可以算是百老厅当地培育的顶级黑毛和牛品牌，对于养殖方式及饲料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毕竟当地土地开阔且农业发达，别说牛，连我也想生长在这里。白老牛年产量仅为1200到1500头，肉质等级高，脂肪分布均匀，呈现所谓的双酱美感。牛排外表焦香，略有脆感，里面是非常漂亮的粉红色。入口时油脂瞬间化开，香气浓郁，汁水丰富，肉质紧实却不柴。牛肉自身的鲜味与微溶的脂肪混合，带来非常满足的和牛享受。也可以搭配一口松软的米饭，米饭的温润中和了油脂，也更能感受到牛肉的鲜香和柔嫩。一直都说这个白老牛是北海道3大和牛之一，哇，今天这真的是感受到了，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。餐厅本身的环境和内饰都非常棒，可以坐在窗前，一边看着外面的田园风光，一边品尝优质的和牛美食。而且据说老板是个哈利波特迷，有机会来，你可以在等餐的时候找找看装修细节里的那些哈利波特。
哦，远处那边还可以看到雪山。北海道真的是天大地大呀！往回走的时候就完全是沿海的道路了，真的很舒服。而且它其实有一条这个自行车道的，所以也不会跟车道混在一起，挺安全的。据说这家也是很实惠的一家店铺，所以打算在这边买点东西。これ友達に頼まれてこれ買いたいって言われたんで、はい、うちこれのいますか？大人気商品です。あ、そうですか。こちらになります。テレビでも紹介されたんです。これですよね。はい。チーズの中に。周りにチーズで。ああ、なるほど。塩もあります。チーズの中にイカが入ってる。はい。美味しいですねこれ。美味しいですよね。これやっぱり人気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。人気ですね。はい。これちょっと買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や本当に友達に頼まれましたので買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。这个还蛮特别的味道，它是那个芝士里面加的那个鱿鱼，芝士里面加的鱿鱼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这个挺浓厚的味道。これホタテ？ホタテのスナックみたいなあ感じなんですよね。ノンフライで低カロリーです。こちらがショップです。あ、これもあるんですか？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也有试吃，他们这试吃还挺多的，这个也可以试吃的，就是扇贝的，应该是扇贝的裙边的感觉啊，这个东西，它这个竟然是很脆的那种口感，我开始还以为是那种，就有点像那种鱿鱼丝的味道，鱿鱼丝的那种状态，它不是，它是很脆的那种口感，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这个。いい音。いい音出ますね。カリカリですね。確かに。ください。あ、これも食べて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どうぞ。いきます。挺大的一个扇贝啊，试吃上面还挺多啊，吃饱了的感觉。啊，这个也不错，感觉它肉很扎实。じゃこれも1個買います。これイカのゲソ、あ、イカのゲソ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、でかいですね本当に。山珍是一家售卖海鲜干货的小店，本来是想买完朋友交代的任务就走的，结果店员真的非常热情，特别耐心地介绍了各种产品的内容、口味，很多都可以试吃，而且真的还挺好吃的。店里有各种扇贝、鱿鱼、三文鱼等各类海鱼的干货，尤其北海道的扇贝非常出名，个头大而且肉质饱满。店员介绍说，小店属于工厂直销的店铺，当地加工、当地销售，可以保证价格的实惠和品质的新鲜。而且在札幌也有分店，基本上本地人和外国游客都很喜欢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免税ですと、はいプレゼント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、いかがしますか？免税大丈夫です。大丈夫ですか？日本に住んでいますから。はい、じゃあ5914円になり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いっぱい試食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哦，然后它外面这边还有一个贩卖机，其实也可以在这儿买的。山珍卖海产店的不远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港口，应该是。骑着车再稍微往前走一些，就是白老当地的港口，岸边停满了渔船，蓝天、碧海和白云，以及随风飘荡的鲤鱼旗，就像是简单而生动的几幅画，描绘着这座海港小镇的宁静和舒适。虽然来了北海道很多次，但每次还是会有新鲜的感受和发现。白老町不大，但是既有山海又有湖泊，还可以泡温泉，自然环境极其优渥，很适合骑车散散步。当然美食也成了这里一大特色，除了价廉物美的海鲜产品、香醇可口的白老牛以外，
据说镇上还要建一个鲜酿啤酒的工厂，让这座小镇的味道变得更加丰富。又回到白老的市区了，昨天都觉得这家咖啡店很昭和感的。离开前，终于去了那家看起来就让人很好奇的咖啡店。店主的老太太泡完茶就开始搬个凳子坐下来聊天，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意气用事，一气之下就从东京跑来了这里，一住就是一辈子，也见证着小镇的兴衰和变迁。他说挺开心，建了阿伊奴的博物馆，游客也多了起来，也有人能来跟自己聊聊天。他让我跟大家说说，别去完博物馆就走了，其实镇上挺漂亮的，可以在这里多走走，住一晚，看看湖，看看海，享受一些难得的安静而又悠闲的旅行时光。